我有时候就想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就为什么就是老乔怎么说的？刚才不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就你没办法跟他深交。对，不是你愿意，是让他不跟你深交。你赶我不行吗？我让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看你。其实每个人本能的都想让受所有人的欢迎，但是我们也会思考，冷静下来，我们也有智慧，这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喜欢我，那就不喜欢嘛。那我真是没办法。你这话一说啊，我就感觉到你今天要吃了。仍然还有人说你吃软饭，过誉，软饭硬吃，为我们的不完美干杯。对。这要不要拿走？这是谁菜单？有哈哈茶，耶！还有我们的餐后小甜酒，白梨甜更明显跟那个咖咖啡酒就很配。酒心巧克力，啊，对，是吧？对，酒心巧克力。小时候那个他没吃过，开心不？开心。你刚刚说这句话真的很不受欢迎，就是不爱听，就是俺就是不爱听，就挑人不爱听的说。对小时候吧，吃过了，不懂得品尝。对，小时候真没吃过。不要再刺激他了，够了。我刚想安慰一下，我要做一个受欢迎的他人。想给你打个他要圆给我场，搭个梯子让我下来，他不下死活不下的。老头我就躲在上面晃荡着两脚。对，臭不要脸的，他不下来。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很多人讨厌我们？当然了，当然了，对，会说话。不，应该这么说，其实我们是特别受人欢迎。不是，是这样子。我在我小的时候，有人总结过我，就是说你这样的孩子吧，就是属于那种喜欢你的人会喜欢的不得了，但讨厌你的人就恨得你牙根痒痒的那种。哟，你这个就是凡尔赛了啊，太凡尔赛，就是等于相当于那个《围城》里面那句话啊，叫什么？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你如果想做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跟谁都非常好，你说这个真实吗？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是不会交这样的朋友对的。，肯定是我跟我一样。其实人跟人差异是非常大，我们为什么能坐下来？就是我们这4个人，如果我们要去说对方的问题上，每个人都问题一大堆，就不符合我心意的问题，一定一大堆。就你能做到说你跟每个人都很好，我觉得他得多大的心。他不是说每个人都很好，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他表现出的那种状态是，他愿意去讨好每一个人，用一样的语调、一样的语气、一样的态度、一样的和蔼可亲，对，让你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同时你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性格的人，你甚至看不出他的喜恶。我觉得看不出一个人的喜恶是有点可怕的，对，就你没办法跟他深交。对，不是你愿意，是让他不跟你深交。原因找到了，是吧？那不是我的问题。其实就说人是这样，人是很容易被打破，很容易被触动的。就像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我有时候我本来对你无感，真的，但是对我说，不，对着我说，我对着你说，我本来对你无感，但是你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你一定要把阿婆气死吧？我理解。但是也许你就是可能被你一句话，或者什么，我们一些动作、一些做的一些事情，他就打动了。那么我可能我就打开心扉了。是吧？这个事情，然后打动你的人也不知道是哪一刻打动了你。对，那么我比较佩服的就是有一些人，就不管你做什么，他依然保持那个，这也是一种能力。说实在话，所以表面上这样的人他应该是受欢迎，因为他你看哈，就比如说我们俩都做频道，你也做频道，就是说
如果我发阿公现也做频道，皮皮也做频道。对，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每个人都喜欢你的话，你说你得想到多少边角的事儿？我觉得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刚刚开始把我们的形象、把我们的言论公开的时候，你不得不会去被这一些琐事烦心。对，就是你希望所有人都喜欢你现在的表现，你讲的每一句话，你的一个表情，你今天头发是这样梳，衣服是这样穿。对。阿婆很早就告诫过我，阿婆是这方面的老油条的。我也是分几个阶段嘛，就像你说的，阿婆帮我们把浑水都淌过。一开始的阶段，我会去，甚至我会跟他争执。我会觉得，因为我是一腔热情在做，我觉得我是那么的有怀着真诚善意在做这事儿，为什么你这么说我？我会去怼他，这是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嘛，别理会。因为你顾不了那么多，因为每个人他完全有他的立场，你不可能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这是第二阶段。那我自己就想开了，我一般就不回了。到第三个阶段呢，实际上就有一点，怎么讲呢？我会去找自己的原因了。我不是说要迎合你，而是我是觉得，那我为什么会吸引到你？那一定有我的这个输出方面的一个特质的问题。我开始找自己的原因，就我觉得我已经避开一些自己我觉得不该展示的一些东西 ，OK 吧？那我就因为毕竟有很多人他没法理解这个东西。我的目标是第四阶段，现在做不到。毕竟做频道也好，我们公开任何的信息也好，什么这是我们自己在做，我没有人在旁边，对吧？我付了你一天多少钱，对不对？对。也没有人在旁边督促你要赶快做，赶快做，对不对？对我们一切都是靠自己在做的情况下，那我们何不做自己？喜欢我的人你就来看，不喜欢我的人，我也不好意思留住你，来浪费您的时间，对吧？那这就是一个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一个过程。对，我也经历了阿婆之前的最早的过程，比如找自己的问题，找自己的原因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后来不理呀之类的，我现在会挑一些出来理他。你的阶段跟我不一样。对，我们的发展这样阶段不一样。对，我会理他，理他之后呢，就告诉他一点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我开我的频道，我说我的信息和内容，我并没有向您收费。不喜欢你可以直接关掉，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还要花时间来编辑文字来形容一下伊友你到底有多啰嗦。就我也曾经说过这样话，不要喜欢我，结果把人给惹毛。那我就惹毛你，你赶我不行吗？我让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看你。就像邻居一个院子，那个时候是可控的，我彼此是知道的，张家长李家短的，至少有张家李家，我是知道的。那么现在把这个院子扩大到全世界，它不公平的事情在哪里？就是你只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互联网的事情，你不可控的情况下，你去迎合谁都没有用，你根本不可控。小小的补充一句啊，诚实可靠的平台，并不是完全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是吗？哦，我们现在只是 talking about 网络上的这个部分哈，就是你也不要就是以你自己的这些认知，认为你可以随便在网络上发泄任何对别人的善意的不满。你如果说有一个人频道的主题就是今天攻击这个，明天攻击那个，后天那属于辩论。没错，那大家当然辩论的这个气氛一展开之后，对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觉得这个气氛是正常。但是我们是纯输出，而且输出的是对大家有益的
东西，而且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免费输出的情况下，你是不是看在免费这2个字的份儿上，积那么一丢丢的口德？如果不是的话，你也要想一想，并不是后台看不到你的信息。今时今日，对我来说，它是一种负的能量。我不希望，我跟他这么一把年纪了，咱们就是在上面也算一个工作。讲好听点，也是一份这是工作吗？这一是我们份的工作。工作。那这份工作呢，那我可能跟我生活会有不一样。那我们尽管我们要展示生活，是有的时候呢，这生活也不是很完美的。那不过就是一个婆婆妈妈零零碎碎的事情，但也就是有人喜欢，他有这个流量哈，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正能量啊，不要去做一些就是对负面的东西啊，我们正正常常的，我觉得无可厚非。我要的也就是这一部分能够相信你、喜欢你的观众。那有一些人他其实跟你完全不认识，跟你也啥事儿都没有。那我想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我当家人啦？还是把我当朋友啦？对吧？那不管怎么样，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外人也好，他本身这种不开心的付出，就是这种输出，只能表现他自己不开心。其实我只是屏蔽，我不想让你的不开心跟我没关系，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有交集，是吧？所以我做好我自己。我们现在已经够强大的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你常跟我说的一句话。你跟我说，我有时候就想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就为什么就是老乔怎么说的？刚才不做一个受欢迎的人，不做一个受欢迎的人，把我们逼到这份儿了。其实每个人本能的都想让受所有人的欢迎，但是我们也会思考，冷静下，我们也有智慧。这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当你认识到这不可能，那你就接纳自己了，不完美了啊，肯定的嘛，有不完美的嘛。反正我现在基本上，因为不像头些年我真的会很气愤、很委屈，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自己是这么分析的是，就是说从整个广义来说，你就是应该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你受欢迎，实际就变成，因为人是很复杂的，什么人都有。当你受欢迎，你就没有自己的个性，什么都没有。你在迎合所有人。如果我们把人分成有100种、1000种，那你不可能是受欢迎的，因为你不可能是，你可能是那一类人，你受那一类人的欢迎，其实就相当于你受了那一类人的欢迎就够了，然后你在你的身边呢会慢慢聚集那批人，那批人是跟你差不多的人，在这批人里你是受欢迎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理解。就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我就在这里。对。然后你那一定会吸引到这来吧。对，其他那些绚烂的那些，对，我那一定有天会欣赏你这个烟火的人啊。那烟火叭就那么一点。对，我也看。当你身边都聚集这批人的时候，你就是受欢迎的呀。你根本不需要去。其实我可以跟你按他的说，他其实无所谓，你欢迎不欢迎。你在一个乔也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了，我觉得这个境界已经不是，对，就是不是我们需要拿来普罗大众还不能够。像你这一说，叫我怎么活啊？乔也是圣人，圣人要吃荔枝。我就马上活学活用。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我就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那个是我自己。因为只有做我自己，我才能更好的保护到我的情绪和心情。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我们花田趣事的核心。是因为你管不了别人，我只是觉得管不了，因为每个人有的很奇葩的想法，他甚至希望你要打扮成什么样，要穿成什么衣服，要怎样，就是其实这是很私人的事情。你遇到你跟他没法去讲这个道理，因为认知不同，每个人都这样，何况我们还属于
比较正常的人。我不要了。Are you sure？我们是不是还属于比较正常的人？不算什么特别不正常。这只能说是我们自己认为对呀，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很不正常。你们两个要吵架吗？不是啊，我们就想，我讲阿婆，你懂我意思啊？就是说，你看不喜欢我们的人，对吧？我们在讨论说做一个不受欢迎，我们就承认吧，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那一个必须要让所有人欢迎的人。对。我们既然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属性的情况下，我们就甘愿做一个可能会不受欢迎的人。已经不是可能，在网络的一个规律里面哈，当你出现黑粉，说明你红了。Oh yeah， 成功了。是真是这样的，就开心啊！我现在每天都在祈祷有没有黑粉。你看他现在，他里面没人骂你是吧？我是在投骂。他很少。你那些粉丝太顺从了。不是，也有一点是什么？因为花花有很多人不舍得骂他。人有阶段，就你不能说你一上来啊我无所谓，不会的。开始真的会在乎，真的很在乎，而且就很难过。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你老了。老了。很难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哎呀，想通了。你要想通一些事情，就是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一个观众，因为他旅行的多，他就变成一个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那他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就会想缠着他，就说我要跟你一起去旅行。那他就整天会莫名其妙带了很多人去旅行。那他因为带着大家去旅行，或者很多人参照他的旅行方式，他就必须要去照顾很多的人，他搞得很累，很辛苦。肯定很累。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一有我的愿望是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不想再摆那一副好脸，很辛苦，摆在他的亲戚朋友面前，去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哪怕自己心里面已经心生厌恶、心生烦躁，都不愿意表现出来。然后他已经够了。人生很短嘛，你这样想开了就对，他这想开了就对，因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其实你自己等于要求很多，你期待很多。对，你知道吗？你自己要的很多。其实反过来就是要对外的反馈太多。要希望大家给一个好的反馈，你要的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最早你记得我们前2期阿公说的一个，你向内求，向内求，向外求，对。你向外求，你是很辛苦的，很辛苦。很多你向内求，我问心无愧，然后我做人做事按我的这个原则，这原则不违法，不违反道德，OK。我这样子做，那至于你怎么想，你那么多细节，我能不能达到，没关系。你可以不喜欢我。想要做个受欢迎的人，其实是更多，他其实是一个向外求的一个诉求。就是嘛。他其实希望别人对他的欢迎的反馈，对呀，来营养他自己，满足他自己。对，但是这个过程会发现越来越辛苦，越来越辛苦。最恐怖的就是当这些变成习惯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对，有一些人时时刻刻都让你觉得没有破绽。其实反过来，身边的人不敢跟你深交，你也不敢跟身边的人深交，因为他没有喜恶的话，就是其实他看破很多东西。你不要看他所有都在心，你心里会翻毛。就是说，因为你看哈，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没做对。他有什么没做对，我们会说他，马上不对，对吧？那我就知道哦，在你眼里我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像这种人，因为他要表现得非常的圆润，他不想伤害你，他知道你很多不对的东西，但是他都是不说的，对，不会说，没反应。其实你看不到反应也很可怕。你看现在比如说你什么的，我会说哟，不要这样做啊，什么什么，对吧？你知道。你知道我，而且我反过来给你一个对扣上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怕在阿婆面前表现出我的不好的地方，可能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我这个方面可能是要在另外的别人的面前稍微掩饰一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阿婆的面前去掩饰，因为他第一他能承受，就是他对我的认同感，包括就是说。
我真的是做的不对的时候，或者是真的觉得需要被长辈提醒一下的时候，他一说，我是不反感的。不，同样的话，我妈说那就不一样了。真什么都没有的话，觉得是他这个朋友，如果一般的朋友相处也蛮舒服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情绪价值得不到满足，你就会觉得就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类型呢，就是其实他比如说迎合所有的人，那么因为要迎合所有的人，那么他其实跟你没法深交。对，那就你说的那种，其实他不是说心理有问题，他只不过就是他的方式，对。其实我倒觉得不能指责，我觉得不能指责他。刚才讲的，我们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有时候我个人会觉得，就所谓的这种不受欢迎的人，我更愿意跟他交往。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秉性，而且他有鲜明的自己的个性在，鲜明的个性，我可能更愿意这样，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不是曾经我有跟你们聊过，就是说我在车上，然后我妈在旁边，我在开车，然后我接了一个客户的电话。当我跟这个客户对完话之后，我妈就跳起来了，说为什么你跟你的客户讲话是这么和颜悦色？跟他们都对，为什么跟我讲话就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你记得吗？就我讲过这件事情。我说这是我的一个方法。我天生可能就有这个意识，就是会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生活跟家人和生活跟好朋友，是会清晰的分开，有界限。你比如说有一些圈子，各种群，对吧？我们出国之后，同乡会群，体育运动群之类的，我哪怕在这个群里面，跟他们的接触都是仅仅与群友之间的接触。我在工作的时候，跟我接触的是同事的圈子，我的客户是我跟客户之间的圈子。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也想去融合一下，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每个圈子都有独立的我自己。比如说这个圈子我不喜欢，比如说什么同乡会群之类的，就是我不喜欢这个圈子，我就可能会表现得特别高冷，不合群。很明显的是不想讨你们喜欢。但是我的客户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我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替你消灾，以你觉得感觉更舒服的方式，跟你之间是一种服务关系，是雇佣关系，对，一种职业。如果我是客户的话，我希望我是被这样对待的，那我就会以我认为就是正确的被对待的方式，正确的被专业服务的那个方式去对待我的客户，每一个分得清楚一点，不要混在一起，这是我的方式。所以我还能够 survive。我再脑补一下，如果你跟你妈妈也像这样客户一样的对待她，会是什么样？我妈应该很开心。那你就这样吧。你也要像对。但问题，我做不到啊。为什么你做不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不到，是做不到啊。我让你妈给你钱。多少？我自己做频道这么10几年你看当我开始就是一直在做美食的时候，那时候的还是蛮受欢迎的。我在share我的菜谱嘛，对吧？那个就是黑粉会比较少。当我慢慢红起来的时候，做了生活频道。生活频道呢，其实这个只是工作，做一种。YouTuber 当年大家不知道这是工作，很多人不知道这是能够挣钱的。YouTuber 早期现在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凭什么在这显摆什么东西？就是你一会儿你家里这个那个，但其实是我做生活分享是很早的博主，但是很多人没做这个，不知道，把自己的生活的一面展示出来，不是我在做这个。美食的时候就有一点像那个，你毕竟要点像小主持的样。大家好，我是田园，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对吧？那生活分享那就是生活状态。我想展示的是一种
一种很放松自然的时候，的那个尤其是疫情期间，那时候大家都很焦虑，因为我收了很多的这个大家的私信啊，各种就是很焦虑。那我们就希望说，哦，你们的疫情嘛都在家里2-3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家上班，那有空啊，我们开开心的聊聊天。当时的我的目的是这样。但是其实这里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理解，你把你的生活在这里炫耀，后来才发现你又挣钱，就是很多人是不理解的。那么我的转变就在这里，我也开始意识到，就他们就觉得，你看你会好好说话吗？那你为什么？因为在生活中你不能那样说话呀。大家好，我是樵夫。对。就是你要随时像波西蒙那样说话，估计也吓到他们。也吓，但是很多人是分不清楚。那么慢慢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向内求吧。我还是觉得我不想去怪别人，只要我无所谓，我不一定要做到所有人都欢迎，但是也检讨一下自己。你没看我现在的风格变了，就是生活中的事情少出现一点，但是我分享的是我的怎么做这个菜。今天我逛了哪些超市，我帮你们去探店，你们不敢进的我先进，坑我先来踩，对吧？就各种的我买菜买完回来，我这些菜怎么做，我们怎么选，我也换。那么至于如果我都这样做，你仍然戴着有色眼镜，仍然不喜欢你，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那是你的事儿，对吧？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就只能是这样。有的人说你们退休了。你们要有信仰让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要去做好事，去做善事。比如说有一些你如此要求我的话，我觉得首先做善事不是来展示给别人看的，我认为真正善事是别人不会知道的。对，这完全同意。你信不信？你做了善事，在视频里展示了，一定有人骂你。对呀，是吧？100%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像这样事情咱做不到，我现在也很平和。OK， 没什么，那你就不喜欢我嘛？你不喜欢我，那就不喜欢嘛。那我真是没办法，因为我去求你每个人喜欢我，那不可能的事情。说实在的，我们还是有这个自信的，就是我们还是个好人。我非常相信你。我们在真心诚意的输出，我内容们认为对别人有用的信息。好，不管。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你可能觉得对你很有用，可能旁边那人说：“哎呀，我早就知道了，那一家店我早就去吃过好多次了，对吧？”每个人不一样，真心诚意的在分享的情况下，哪怕一个人有用，对，哪怕很少很少的人才有用。但是我觉得最可恶的就是说，当这些人他明明需要这个信息，他需要他也明确告诉你说你的信息很有用，对。但是他就想从你表达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去鸡蛋里挑点骨头出来说说你。不是鸡蛋挑骨头，它是什么？就是要以他喜欢的方式。是要以他喜欢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讲了，有的人让你不要出面，你不要出来，你要像某某某某那样不要出来，就是不出镜。不出镜。那我心想，我都出镜10几年，我突然躲起来也不好，对吧？所以我就说了一句，你要不你就去看，你如果喜欢看不出镜，你就挑那样的影片去看，对吧？因为 YouTube 很多不出镜的，人家也做得很好，这个我承认，对吧？好，生气了，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不能回应，我就算了。所以呢，佑现在还属于这个阶段，他还有时候会回应，因为回应了我自己爽了。我自己有权利选择我输出什么，我也有权利选择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输出。那我当然有权利选择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爽。对。后来我发现有的博主在我看来是那么完美的，就是做 YouTube， 我自己看到我都觉得那么完美的。是你的这个角度，你个人认为你很喜欢他，但是也有可能他触动到很多有些人的心里面那根筋。对，然后照样会把人家骂的真的是，那我就觉得这个就不是博主本身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也不纠结，因为我真不纠结了。我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现在再来一个什么网暴啊，怎样啊，我都没有什么了，所以有免疫力了。就我已经都不怕了，没有什么好。而且网暴现在是一种罪行嘛，其实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然后很多人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以为你随便在网上随便去攻击别人，随意的去攻击别人，是
就这么过去了，就过去了。其实不是的，如果说受害者愿意来追究的话，他有这个实力来追究的话，你是绝对逃不掉的。有的人比如说编造你们家的什么什么各种的东西啊，是啊，你如果要去追究他，他这个是有问题的。对，造谣，我目前还没有这样想法，我觉得还好，你编吧，啊，你不会编出你有个小老婆。为什么又看着我说什么？没有，为什么有这个话题？他说那天他让我换一个形象出去，对吧？弄个什么假发、眼镜之类的。我说不更糟糕？一传，哇，樵夫又找一个新的女人，对吧？这不是话题嘛？这多好，一下子就炒热了，我也出红了，出名了，真的。哎，不过我很佩服有一些博主，他发这个就是找骂。有些是对，有些是你要跟他们学习。哎呦，有的人故意制造这种矛盾话题，甚至说的很恶心的那个东西，那你急，那你去骂他，互相里面的骂战然后互相，或者还有背后的资本的支持。对，就像我们就属于老是不芭蕉的那种博主，我们根本就是自己留言，没有任何的什么这里面营销啊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对吧？最赚钱的事情我们都绕开了。对呀，因为我也多少人不能理解你？对啊，多少人现在不能理解我？对呀，你也不卖船票。对啊，也不，你要卖船票多好卖啊！最赚钱的事情都绕开了。对呀，就是又你嘚不嘚说半天，然后介绍我们种了草，完了以后怎么买？这去哪儿买？我要你没说。他们说我推荐完的东西，我最近会乖一点，推荐会把链接名字告诉他们，不然的话就去哪里买，你又不开评论，你知道吧？因为我真看不过来，因为他现在要求我，你做，一定要做到自己不会感觉累，因为毕竟年纪在那，你累你就不能坚持，这跟年纪没关系。这跟年纪没关系吗？对，有关系啊。不是今天我才跟你说，我说我昨天晚上如果工作到几点之后，然后就是那个肾上腺素一直飙到几点钟，它是没有办法马上下来，之后是会影响睡觉的。对呀。那影响睡觉等于是影响了我第二天的所有的一切。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是不是能每天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对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方法论的问题。这其实有我们不是那个什么了嘛，总结了嘛。你比如说，我不要就是让自己肾上腺素飙得太晚，对吧？你不要晚上一大半夜还在那儿打牌，是不是？我们总结过了呀。我做过检讨了，好不好？那就得改。就是我们归根结底。这话已经说到这里，说明你还没改。你得改呀，改了就好了哈，改了就是好同志，改了就不一定，就一直以来，我们互相之间最会戳到彼此神经的那一个事情就是，哎，我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马上他就会出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情，要不要找我谈一谈？我说没有，最近这个负面新闻看的有点多哈。我最近连看负面新闻的时间都没有。我最近错了，就是我看了很多负面新闻。不该看。哎，等一下，这跟这个话题有关吗？我想想，有关吗？无所谓。哦，无所谓。OK。我早知道这个新闻，我只是搞清楚了。我搞清楚了，但是就是我本来是不关注的。是。结果他跟我一说，他在群里跟我一说。我家电视上就被推了，我大骂友，这个臭友，就这么回事。我被这个事情搞得心情很不好。为什么呢？我都一点感觉没有。能讲吗？我之前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说过，其实友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其实为什么说影响很大，就是你勇于做这种，不受欢迎啊，无所谓啊。我的本质还是说，我希望做一个大家能换，我自己修正，然后其他的你既然不能，我做不到，我就算了。但是其实真正讲进一步，你要有勇气，不受欢迎又咋地？这没违法。对这点上，我也蛮钦佩的。而且对啊，
就是有时候哎，搞得我好像大部分人都不会。没有，你我的感觉是大部分受欢迎的。如果要让我委屈自己的本性，去阿谀奉承也好，去讲假话也好，然后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那我情愿就不做。那从这点上我们是一样的。对呀因为我乔叔不也一样吗？对吧？对呀、我主要不喜欢说有的人，你因为我看你看，不然我就取关你。就是这个欢迎。其实作为我，你没发现我现在就希望说少一点，我也不用搞得那么 popular。不是，阿婆，你说的还是太讨人喜欢的说法了。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词儿，filter。我过滤。对啊，很简单的道理，我不求每个人都要来喜欢我，但是我希望喜欢我的人才来关注我。对你哪怕对EO有任何一点点意见，别勉强你自己。你干嘛要搞得一副好像要迁就我的样子呢？对不对？我是你们家亲戚呢，还是跟你有血缘关系呢？对不对？还是你欠了我钱呢？没有吧？你说 YouTube 上的那个博主千万、上亿，是啊，你去关注你喜欢的。你既然对于大家比如说相安无事，没错，那各你自安好。对你就赶快把我取消关注，不要浪费你的有限的关注的空间和精力，还有时间，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是很好，我也不要有这样的压力。纠结，我会说这个啊，他会对我这个话会很反感啊。我会说我今天是一场直播，我这直播时间通常会比较长，因为我的直播间是我跟我的观众之间互动的一个空间。如果说你是来看我的直播回放的，那你嫌我现在跟互动的这个过程影响到你看正式的内容的话，这个 YouTube 是有个功能叫快进，你可以快进啊，对不对？好，这个都引到了，就是说他居然还让我们快进。我说这个不就是点一下的事情吗？你不是很肯定你自己对后面的内容是很有兴趣的吗？你才留在那儿啊，就是特别难耐的，很委屈的在那边等我把屁话讲完，是不是？那你点快进不就得了吗？他不知道，这个其实是叫交往，其实也有一种规范跟礼仪的。网红也好，博主也好，观众也好，他这个交往之间，有的东西你可以要求，比如说，哎，你们的收音不是太好，能不能换一个？哎，这个没问题，是吧？他这是可以互动，但是你要互动到什么程度，对吧？你要互动到你要让我留长发，让我穿白衣飘飘，那这个呢，就是说，我理解。但呢，我如果我不回应的话，你也别着急，对吧？此时不在服务区，也别着急。其实我们现在说了半天，都在做我们自己的心理建设，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自己心理建设弄好，就是我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出现这种情况 ，OK， 我能接受。大不了能到怎么样？所有全网起哄来打倒我。你这话一说啊，我就感觉到你今天药吃了。我只要你不打倒我，我就不会倒。我就是那个药。他是那个药，是吧？现在也是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叫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你不要让树成花，也不要让花成树。彼此都要有这个宽容，允许人家的存在。对，何况我们这存在还是一个很好的存在。因为我现在经常听说的，就人家我粉你这么久了，我支持你这么久了，你如此对待我。这主要是一种误解，变成是这种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不是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有一种情况，观众也是很投入的对你。所以我能够理解阿婆说的第4阶段，就第4阶段很难，但是做到第4阶段，其实就变成你也开始理解他了，对，他为什么会这样？对，他可能是带入进来了，他其实也没有，他也不是恶意，他也是善意。对，有一些就是搞心理分析的人，不是说过一个话吗？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他的样子往往是你想象出来的。是啊，对啊，不是真实他的不是真样子，实，对啊，是你想象出来的，是你给你的大脑的一些暗示，你希望他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你看哈，我现在遇到，比如说我们原来是网友，后来成朋友，
在这个过程，我就会发现，他在认识我的这个过程的起初，完全是对我这个人是他想象另外一个样子，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你只有跟他长时间接触，哦，原来你不是那个样子，但他原来是已经，哇，好多公式，就是你他自己脑补了很他自己脑补多内容，了很多对公式，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跟线下，我们以后可以做一期，就是你能不能跟线下网友就是成朋友，如何成朋友，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真的，我觉得你可以换一期讲，我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这个体验了，是吧？你乔叔在国内那个环境下，他就是不受欢迎的，太明显了。大环境，这个大环境下，他是非常不受欢迎的那一类。我相当受欢迎啊，你误会了，我领导都很喜欢我。他自己脑补的，没，哎，这不就是吗？哎，你看，这就是其实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就是无论风云变幻，无论这个环境如何，对吧？不可控，喜欢我的人，我认为他喜欢我就行了。对你坚定的认为，就像乔氏，如果在他那个环境下，他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坚定的那个状态，他会觉得他自己有问题。对啊，为什么我不受欢迎？虽然是我的问题。虽然乔爷刚刚这么一说，旁边的人都笑了，对吧？但是哎，乔爷很坚定的觉得说没有啊，我当时感觉很好啊。后来我吃药了，大部分人为我们的不完美干杯。对，乔爷算大部分人还算喜欢他的啦，但是吧，但仍然还有人说你吃软饭。过誉，没有这回事啊。你经常吃干饭，没吃软饭。软饭硬吃，或者是硬饭软吃，总之是换着花样吃。硬饭多放水煮成稀饭吃。